论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0号。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是来看德州率先起诉以后，目前来讲，美国已经有大部分的州已经跟进。那么根据统计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至少有1/3以上的州，甚至有人说已经达到了25个州，也就是1/2的州已经全部加入了德州向最高法院起诉那4个州的起诉行列。那么如果是那么多州加入了起诉的行列，那么最高法院他怎么判呢？他能不能判德州输呢？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德州判他输？现在德州所起诉的根本就不是跟你讨论大选中有什么舞弊，而是告诉最高法院，现在这4个州他们已经违背了美国宪法，是违宪，违背了美国宪法里面公平选举的原则。大家要知道啊，德州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是在1836年就已经宣布了独立。美国在1837年是承认它为德克萨斯共和国的，法国在1839年也承认了当时的德克萨斯的共和国的，也就是本来德州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了，后来德州呢，它加入了美国，成为了美国第28个州。但是德州它自己这个州法律一直沿用至今，它是美国始终自1876年来沿用他们德州法律始终保持的这么一个州。这个州呢，它非常有传统性，也非常有代表性。也就是德州它加入美国，它首先承认的前提就是美国要符合宪法。如果美国在宪法中不能保证它德州加入时候的宪法条款的话，那显然德州它加入你美国，德州成为你美国的一个州的这个宪法前提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德州和美国之间它所有的这个法理基础就是宪法的这条纽带。因此德州这次起诉是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和极大的现实意义的，也就是德州起诉其他几个州它违反宪法，你高法对其他几个州违宪的行为，你没有去维护宪法的话，那么你怎么维护美国宪法跟德州之间的他们的互相的这个连带关系呢？因为德州人家本来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加盟你的时候，你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就是大家遵守宪法嘛。在维护宪法的前提下，德州毫无疑问来讲是美国的一个州。如果说美国的联邦已经违反了宪法，那德州它显然它就不会再遵守你的宪法，它就不应该成为你美国联邦里面其中的一个州了。德州在他诉讼的这个诉状里面写得很清楚嘛，平等公平是重要的诉求，也就是他起诉的这4个州，他们由于采取的是不平等不公平的选举原则，破坏了美国宪法的原则，他就破坏了以德州和包括德州现在集体加入起诉的其他的那些遵守美国宪法公平的州，侵犯了这些州的他的公民权益嘛。也就是说我们都遵守宪法，但是他们4个州没有遵守，他们4个州不遵守的话，也就是我们选出来共同的这一个总统，你觉得是合法的吗？那么我们选的这个总统肯定是在宪法基础上，大家都遵守宪法，都采取公平平等的原则，然后我们选举总统啊。而你们不遵守，然后选举一个不是我们要的总统，这显然就是违背美国宪法了。因此德州这个起诉有重大意义。之所以有那么多州跟进，也就是那么多遵守美国宪法的州，他们都要求美国所有各州的选举都必须维护宪法的公平选举原则，尤其是在本州之内，那4个州在本州之内还有很多郡县，他们彼此都不一样啊。那也就是同样一个美国公民，在不同的州他有不同的选举权利，在同一个州在不同的郡县也发生了不同的选举权利。你觉得这还是美国的宪法吗？这还是美国在选总统吗？连基本公平都不能保证，连宪法的尊严都不能维护，这还是美国吗？所以德州率先提出的有那么多州加盟的向最高法院起诉那4个州的这个违背宪法公平的行为，显然它是美国的宪法保卫战。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不可能判德州输的。如果判德州输，就意味着判美国宪法输。美国宪法输，你觉得美国还存在吗？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Proud citizens like you help build this country, and together we are taking back our country. Our fight to drain the Washington swamp and reclaim America's destiny has just begun. We will not bend, we will not break, we will not yield. We will never give in, we will never give up, and we will never back down. We will never, ever surrender. Because we are Americans, and our hearts bleed red, white, and blue. 我们要看到呢，美国啊，它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状态？
很多人都认为这次美国大选啊，它不过是美国的两党的互换，也就像过去大选一样嘛，轮流坐庄嘛。不管是哪个党执政，美国还是美国，绝大多数的人可能都是持这样的观点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形势变化，它绝不简简单单是这样。今年的大选，它绝对不是一个两党轮替的问题，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种制度的考验。为什么这么去说？你可以看到，如果今天美国不是走向已经在腐败、在堕落，美国的制度受到严重的考验，我们今天都不会说这样的话。你看看 YouTube 谷歌公司，它昨天就能够发出准备对所有 YouTube 上面凡是谈论整个大选，只要你提到舞弊的，那肯定对你这个帖子就准备删帖了。YouTube 公司是公开发出它的宣告的，这是 YouTube 公司啊。YouTube 公司是属于谷歌公司下辖的。谷歌公司当年从中国它撤走的时候，它的口号是什么？是不作恶。当时感动了多少人啊！而现在的谷歌公司是无恶不作啊。因此 YouTube 公司今年才能够发布出一个跟共产党中宣部发布的结论一样，就是它可以删帖封言，然后下掉你的视频。这是什么制度啊？美国是一个自由化的制度啊。美国这个国家从宪法第一修正案首先就是保证了人们的言论自由，哪怕是一些错误信息被传播，它也是要求这些信息你用正确的信息来掩盖它，也就是用正确的信息来对峙错误的信息，而不是把你认为是错误的信息你就把它删掉了。而这种错误的信息认定谁有标准呢？谷歌公司就有标准吗？谷歌公司在执行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美国今天发展到这一步，你能想得到吗？就是在美国同样的发生了跟中共所发生的事情一样，也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声音，所有的媒体成为这个政党的喉舌。你觉得美国到了这一步，你还认为它是人类民主的灯塔吗？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来讲，很多人就不敢在大选里面就不敢谈论所谓舞弊的事件了，不敢谈论整个这次大选不公平的事件了，只敢接受媒体宣布的拜登已经当选的这个结论啊。毫无疑问来讲，油管发布这个声明，不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吗？那么是不是很多自媒体人就掉头转向了呢？我可以讲，绝大部分人是掉头转向了，因为没有人敢去得罪 YouTube 公司。但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自媒体人，你至少应该秉持一个正义的价值观嘛。就像我建明，虽然我这个自媒体听众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些绝对的大 V 他们50-60万的听众那么多，我只有这么10几万的订阅者，但是我建明这个自媒体一直是坚持不懈的战斗在我自己可以发声的岗位，也就是我绝对不会惧怕任何人对我的威胁。你删帖也好，你封掉视频也好，只要我建明一息尚存，我就要发声。无非是这个平台不让我讲话，我就可以换一个平台，就这么简单嘛。所以说我不可能被任何威胁所吓倒，我会坚持我自己的独立主张，我会为实现我自己的理想，捍卫我的使命，做我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我不怕这些社交媒体，这些美国这些科技巨头对我们的封杀，因为你们封杀的是正义，而正义是任何人都吓不倒的。很简单嘛，在12月9号我们就看到，以纽约州为首的全美一共有48个州和地区，在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牵头下，他们集体起诉了社交媒体巨头脸书，也就是 Facebook， 控告他违反了反垄断法。 Just a few minutes ago, I led a bipartisan coalition of 48 attorneys general from around the nation in filing a lawsuit against the social networking giant Facebook. 在经历1年多的调查之后，纽约州认定脸书利用其行业主导地位和垄断力量压制对手，扼杀竞争，并利用其庞大的数据和资金资源，以收购的方式消除其所认为的潜在威胁，包括对社交平台 Instagram 和即时通信软件 WhatsApp 的收购，不但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和选择权，更扼杀了创新，危及数百万美国人的隐私。We are taking action today and standing up for the millions of consumers and many small businesses that have been harmed by Facebook's illegal behavior. 这项诉讼要求法院制止脸书当前以及未来的反竞争行为。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在长期调查后对脸书提出了相同的反垄断诉讼，希望联邦法院对脸书发出永久禁令，包括剥离 Instagram 和 WhatsApp 在内的资产，禁止脸书对软件开发商施加反竞争条件，并要求脸书在未来进行并购交易时提前通知并接受审批等。这是继美国司法部起诉谷歌之后，美国今年的第2宗针对科技巨头的重大诉讼案。
如果被裁定违法，脸书或将面临被解体的命运。也就是脸书利用它庞大的资金，利用它强大的社交媒体的这个信息量，以及它大量的用户对它的支持率。因为大家都知道，脸书是仅次于YouTube、仅次于油管最大的一个视频软件和即时社交软件，所以说脸书的这个用户非常多。因此呢，脸书利用它自己这种垄断地位，收购所有他认为有潜在威胁的其他的小的媒体，然后用他的垄断势力去封杀一切和他竞争的其他媒体。同时，脸书在本轮大选中，他做了非常多的肮脏不堪的事。因此来讲的话，脸书现在受到美国48个州，美国一共50个州啊，也就是90%以上的全部参与了，要求对脸书反垄断进行调查。如果这个反垄断调查最终成立的话，脸书将面临着被解体的命运。不光是 Facebook， 包括 Facebook 控股的 WhatsApp 和 Instagram， 也就是说，扎克伯格他现在面临的他自己创立脸书以来最大的考验，很可能通过反垄断法，最终让扎克伯格他的整个脸书都解体。这是脸书他必然的宿命，因为扎克伯格这个犹太人，我多次讲过，他赚了不少钱，但是他赚钱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树立共产主义思维，然后把共产主义的思潮在全球推波助澜。他在本轮大选也好，在他过去长期跟中共的勾兑过程中，可以讲扎克伯格从来没改过他要演变美国的这个野心，也就是大量的事实证明，扎克伯格实际上是具有纳粹和共产主义思维的人。他希望把安提法、把共产主义的那一套打砸抢烧的运动在美国蓬勃燃起，他助长了美国的黑命贵势力，以及对美国大选进行了多方面的干预。所以说，扎克伯格这个家伙是罪恶滔天的。今天他受到美国48个州对他的起诉，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美国司法机关查处脸书的这种垄断行为，用反垄断法肢解脸书。我觉得这是美国人民绝大部分人民的心愿。所以说，扎克伯格他现在已经到了审判台上，他是逃不过这一劫的。现在美国就是这么简单。之所以像美国大量的像扎克伯格这样的资本家，他们可以垄断资源，可以垄断人民的声音，可以任意删减人民的帖子，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在全球化、在资本膨胀化、在他们自己的垄断化上面，他们已经做大了。而资本家他的垄断在美国为什么会形成呢？这毫无疑问来讲是中共跟美国的勾结，然后促成的全球化。什么叫全球化？全球化就是全球共产主义化，也就是自从美国从克林顿开始起，把中国拉入 WTO 以后，中国就变成了全球的加工厂，也就是全球化的生产，一下子就导致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资本家，他们利用全球化的浪潮，他们自己赚的非常非常多的钱，而实际上他们是掏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美国是受全球化伤害最严重的国家，也就是美国大量的资本家，他们愿意把他们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去啊？为什么呢？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廉价的资源，可以任意的污染环境，然后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在全世界卖，也就是市场大了，成本低了，资本家赚的钱多了。更重要的，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跟中共的权贵结合以后，资本家在中国可以任意的吃喝嫖赌、肆意妄为啊！很多资本家在美国他们是受到舆论监督的，他们在美国什么行贿受贿、嫖娼娼女这些事情都受到舆论监督，是不能做的，很多是违法的。但是在中国他做什么不可以啊？哪个女明星不可以包？哪个器官不能换啊？哪个人不可以杀？他们任何坏事都可以到中国去做，因为中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他们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资本，而这些资本跟中共勾兑的，他不是跟中国普通老百姓勾兑啊，都是跟中共的达官权贵勾兑啊。所以中共的达官权贵他们结合了美国的资本以后，毫无疑问来讲，他们就把全世界当成自己的市场，把所有全世界人民当成他们的羔羊，任意宰割啊。全球化不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吗？在全球化不断膨胀的情况下，美国的资本家、华尔街的资本跟中共的资本、跟中共的专制主义是完全结合的。现在川普要强调美国优先，要打破全球化，要把所有的企业都撤回美国，这样美国的资本家他们跟中共勾结的这场梦不就做完了吗？所以他们会允许吗？因此他们一定要把川普弄下台，他们一定要把全球化进行到底，一定要把资本跟中共结合。因为跟中共结合，才可能大家互相保证自己的利益，才有亨特·拜登这种一年可以随随便便就搞个几千万、搞个几个亿。如果没有跟中共的资本结合，哪来挣这个钱呢？
谷歌公司也好，推特公司也好，脸书公司也好，他们都是因为他们形成了垄断势力。而这种垄断势里面大量的掺杂到中共在背后的利益啊，你看的表面上好像没有中共在里面持股，实际上他们结合的和他们整个这个集团公司下面下属的各种公司里面有中共达官贵人和中共军方以及中共国有资本参与的公司不要太多啊，马云的资本在美国涉及的行业不要太多啊。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今天的社交媒体可以肆意妄为，任意删帖，连总统的帖都可以删，别说你一个平头老百姓。所以说，包括我建民论推墙这一类的油管上的自媒体视频，油管公司明确就说，只要你违反它的规则，简单的一点是黄标，严重一点就直接删帖，你的帖子都不让发。这不就是很简单吗？美国为什么会演化到这一步呢？美国为什么会堕落到这一步呢？这是民主党所支持的美国的一个左派大联盟。这个左派大联盟，它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在背后主要是共产党这只黑手，由共产党这只黑手操纵了美国各派的势力组成的这个左派大联盟，以民主党为代表，扶持民主党的领导人，最终来控制美国，演变美国，最终把美国就向委内瑞拉发展。美国被掏空之后，那么最终的美国正像川普总统所讲，美国就会演变成委内瑞拉，演变成南非，变成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美国。很简单嘛，你看拜登和贺锦丽，他们现在仅仅是被媒体宣布他们是当选了总统副总统，他们就真以为自己当选了。他们现在发布的命令，你看看他们发布的命令，他们是在热爱美国还是在仇恨美国？他们发布命令说，他们誓言在他们上任100天之内立即赦免那些非法移民，要发给2200万非法移民，发给他们公民卡，要把包括所有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在内的这些非法移民全部给他们美国公民的身份。2200万啊！你想想看，美国一共3亿人，这就占了将近1/10了，也就是给美国增加1/10的非法移民，里面包括大量的恐怖分子和严重犯罪分子。这就是拜登和贺锦丽他们马上要做了，并且他们要撤销川普对恐怖国家的封杀令，就是川普总统曾经对恐怖国家有严格的旅行禁令，这些国家的人员任何人都不能拿到美国的签证，主要包括是北韩、伊朗、苏丹、叙利亚这些恐怖主义国家。但是拜登和贺锦丽要求立即撤除，就是欢迎恐怖分子到美国来。他们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把美国搞散吗？不就是把美国搞瘫痪吗？他们就是用这些大量的非法移民和各种恐怖分子到美国制造各种恐怖袭击、恐怖事件以后，然后让美国的制度变坏吗？他们要让大量的警察下岗，要把监狱里面的犯罪分子全部放出来，让犯罪分子偷抢950美元以下可以不起诉，要把12岁的女生性交合法化，要把大麻毒品合法化。你觉得这样的政权是代表人类文明的方向吗？是代表美国人追求的方向吗？是符合美国国父他们建国时候要求美国按照基督教文化，按照基督文化主流价值观来建立的一个世界民主灯塔国家吗？美国是这样去建设的吗？所以说，为什么中共大量的女特务可以渗透到美国？我们这2天看到的方法，这只是一个方法，实际上有几百个、几千个、上万个方法现在在美国啊。方方渗透到美国，已经渗透到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议员了。方方跟这个议员苟合了6年啊，可以讲方方跟这个议员他苟合案，现在在美国高层全面发酵。就在昨天12月9号，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纳利谈到这个案的时候就说，民主党被中共大量的特务收买，他们贼喊捉贼，他们一边讲得多么好听，一边他们上着共产党女特务的床，同时他们高喊着要抓川普的同恶门。所以说，民主党这些人才是出卖美国利益的这些人啊。我们来看一看美国这几十年来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也就是美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的白人人口是占据这个国家最主要的人口，美国的信教的这个民众占人口的比例要达到80%几，也就是40年前，简单一点讲，就是中美建交之前，美国所有的民众以白人为主，以基督文化宗教为主旨，成为这个国家里面一个基本的文化路线。那么中美建交，也就是1979年，中国和美国缔结了他们的外交关系之后，让大量的中国，尤其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渗透到美国之后，历经美国的多任总统，包括老布什总统，包括克林顿总统，包括小布什，包括奥巴马，经过这么几十年，尤其是全球化之后，大量的中国资本和美国华尔街的资本结合以后，
在全球化的浪潮之后，大量的中国的各种军警特人员渗透到美国。中共无论从外交、军事、文化和它的教育方面，都严重的对美国进行了渗透。几十年下来以后，美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大量的变化。以民主党支持的左派大联盟不断地引进全球各地的这种非法移民，而大量的非法移民已经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近几十年来，美国的白人由于生育率下降，也由于大量的非法移民的侵入以后，也就是美国的人口结构，白人的比例在急剧的下降，大量的有色人种现在成为美国新兴的人口结构的力量。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些有色人种，这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绝不仅仅是因为占用一点美国的福利，在美国借助着美国这个强大的这个资本，然后这些人在美国获得一个所谓高福利的幸福生活，而更重要是在颠覆着美国的制度。你可以看到，美国政治力量中，尤其是近几年来冒出来的这些所谓激进的左派议员，包括来自波多黎各的这个艾欧西和来自索马里的奥马尔这一类年轻的民主党的女议员，他们的崛起就代表了美国现在左派的这个思潮。这些人要求在美国实现的就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就是杀富济贫，实现的就是打砸抢烧，实现的就是对美国富人征税，然后就是把美国的社会制度破坏。他们不仅不遵守任何基督文化，相反的，他们要把他们自己的那种邪恶的文化强加到美国人民头上。所以说，美国结构的变化，美国新兴的这些民主党的政治力量的产生，都是因为美国在不断地走向衰落，走向失败。这个走向失败跟中共的崛起有极大的关系。中共为什么能崛起啊？狄东升就这次在他的这个视频里面就把这个崛起的秘密的钥匙就告诉了大家。历史上大家可以看到，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前苏联也好，没有哪一个国家你最终你能打到美国本土，你能征服美国人民。但是中共就打到了美国本土啊，无非中共不是用战争的状态，中共是用半战争，是用病毒式战争，是用文化侵入的战争，是用思想意识形态渗透的这个战争。然后中共只用了30-40年时间，基本上美国治国的精英阶层几乎全是中国的老朋友。可以讲，人类历史上都没有想到，美国这么强大的一个科技强国、军事强国，一个巨大的经济强国，他们居然就被中共那么容易的入侵。中共派出大量的美女，或者那些长得不漂亮的那些女人，那些包括美国的那些大鼻子老太太，包括拜登儿子、克里儿子和民主党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这类美国政客，他们通通都是中共的代言人，他们通通在美国渗透到美国的机体。包括美国这些精英巨富，什么索罗斯啊、贝佐斯啊、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这些人通通都是为中共他今天去颠覆美国所起的先锋力量。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纽约邮报》上面，在他的头版上都看到中共来的这个女谍芳芳跟加州的这个议员的合照。再有一张合照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合照的左下角这张照片里面是3个人，这个芳芳是站在中间，他左手的这个人就是给范恩斯坦开车开了20年的中国间谍，被美国 FBI 抓捕的，他的右手是中国大使。那么这张照片不已经完全能够证明中共女间谍、中共男特务、驾驶员特务和中共大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吗？也就是中共派出了男女特务包围了美国。范恩斯坦是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啊，是加州资深的参议员啊，是至今还任参议员，是美国参议院年龄最大的参议员，已经87岁啊。这个人20多年的驾驶员居然就是中共的间谍啊！而这个女谍芳芳就把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这个议员就跟他睡了6年啊！这种情况如果不是美国 FBI 现在公布，你到哪里能够证实中国这些像芳芳这样的特务现在正活跃在美国的各大官场上呢？因此来讲，铲除中共只有川普总统才严峻地认识到，为什么川普总统他这一届政府的内阁能够痛定思痛，能够要求共产党员不能入境啊，能够不给共产党员办理移民、办理绿卡？为什么川普总统会做出这么严肃的决定啊？蓬佩奥国务卿就在12月9号，也就是昨天，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发表了他的新的演讲。他这个演讲里面明确就谈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学术自由发生了严重的挑战。 Americans must know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poisoning the well of ou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or its own ends, and how those actions degrade our freedoms and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f we don't educate ourselves, if we're not honest about what's taking place, we'll get schooled,
by Beij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knows it can never match our innovation. It has state-owned enterprise. It's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t is a government-centric focus. It's why it sends 400,000 students a year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study. 400,000 students a year studying in our universities come from one country. It is no accid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ploys dollars just as much as it does cloaks and daggers to get its hands on valuable knowledge. There are many American scholars, often doing research funded by American taxpayers, that have been lured in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The CCP pays them what is for them a fortune to do research related to their current fields for or in China, and then often uses the fruits of their brainpower to build its military strength.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ver the last years, has found that schools have taken an estimated $1.3 billion from China since 2013. That's just what we know about. Like so many, like Columbia, so many schools that have failed to report the true amounts. What more? What more bad decisions will schools make because they are hooked 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sh? What professors will they be able to co-opt or to silence? What theft and espionage will they simply overlook? What business deals will get done as a result of that? 他呼吁美国高校要配合行动，要应对这些挑战。他同时表示，川普政府所带来的对中共的这个转向，会成为美国政府以及西方民主政府长期的一个政策。不管谁接任白宫，不管谁到白宫接任总统，对华政策、对中共打击的政策，已经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是美国的战略，也是西方国家的战略。这是蓬佩奥国务卿他讲的。为什么蓬佩奥有这么高度的认识呢？那也就是川普总统他本届内阁已经完全树立了美国已经被中共掏空，一定要打击中共，只有铲除中共、铲除共产主义，美国才可以制造再次伟大。所以说，这么严峻的问题就放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支持川普总统还是支持拜登？我相信每一个经过大脑思考的人，你都不难得出你的答案。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